下水道堵塞，不要再花钱请师傅上门啦。如果经常叫人疏通，一年下来费用也是比较高的。如果堵塞不是太严重的情况下，我们呢就可以自己在家里边就可以解决了。今天教你用一招分分钟解决，一起看看具体的操作方法吧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采味。那么我们的洗碗池下水道为什么会堵呢？因为我们每次洗锅碗瓢盆、蔬菜水果，这个时候呢就会有很多的油垢、异物进入到下水道里边，尤其是天气比较冷的时候，这些油污呢就会进入到下水道，并附着在内壁上面，久而久之呢就会造成拥堵的现象。那么我们就该针对这问题具体来解决问题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把这些残渣打捞干净，避免待会儿进入到下水道中。然后我们来到一边，这里我们准备一个矿泉水瓶，一定要注意瓶子直径和水池下水道入口直径大小差不多的。把瓶子的底部呢给它剪断，剪掉之后一定要注意了，确保瓶子的盖子我们不要扔，而且呢一定要给它拧紧。剪开的开口这里我们给它整理平整一些。好了，这就可以了。那么该怎么使用呢？一起往下看。洗碗池平时使用频繁，所以有时候堵住下水道的可能不仅仅是油脂，还有可能是一些菜叶剩饭残渣。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塑料瓶将它疏通，将我们剪好的塑料瓶戳进洗碗池的孔子里，然后上上下下的来回搓动，这样堵在里面的油脂呢就会被搓通了。原理非常的简单，将塑料瓶底部剪开，然后将底部对着这个孔洞上下抽动的时候，其实是为了增大水流的压强。在水流压强的强大冲击下，里面的堵塞物呢就很容易疏通下去了。同样的道理，我们也可以用来疏通马桶，效果一样的，非常棒，立竿见影。平时喝完水或者饮料剩下的那种塑料瓶就可以，以前我们喝完可能就直接扔掉了，有些朋友呢可能会囤起来当废品卖，现在它的用处来了，用来疏通下水道，也可以说是废物利用了。这种情况，这个时候如果请人来疏通，可能会花上60-70块，贵的可能还有100来块，这样既费时间又费钱。而我们自己操作是不是也挺简单的呢？大概1分钟左右，水流基本就疏通了。现在里边呢有一些残羹剩饭，我们将其倒掉。倒出来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准备这种小苏打，现在往里边倒入小苏打，小苏打呢可以多倒一点。由于其碱性特性，小苏打是一种卓越的清洁剂，特别擅长去除污渍和异味。当需要清洁和疏通厨房洗碗池下水道时，小苏打是一种简单且环保的选择，或者纯碱也可以。这会儿我们再准备一瓶白醋，大家可以购买这种塑料瓶装的，效果一样，但价格会便宜很多。白醋倒入的同时，它遇到小苏打呢会发生反应，具有强大的清洁杀菌作用，它可以溶解下水道积累的污渍，从而疏通下水道，同时下水道里面的异味自然也就减少了。接下来我们迅速的把这个盖子盖好，白醋和小苏打发生反应之后，产生的气体往下水管内壁走，这样就可以把异物疏通开。大概等10几20分钟之后，我们再掀开盖子。接下来准备一个容器，我们往里边呢加入几拱洗洁精，利用洗洁精是需要它强有力的去污去油脂的功效。然后呢在里边加入滚开的热水，然后准备一根筷子，把洗洁精搅拌均匀，将其搅拌溶解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关注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感谢您的支持。现在我们把这个洗洁精水直接倒进下水道管道里边，
因为时间一长，下水道内壁上呢会有很多的油污，洗洁精的清洁能力也很强，加上热水就可以把油污融化开。跟着我们再用开水冲一冲，冲一壶开水完了，再用水管的热水冲一冲。俗话说趁热打铁，我们要做就一步到位，所以千万不要舍不得用水，多用热水冲一冲，把化开的油脂冲走。通过以上2个步骤之后，现在我们这个下水道就已经疏通好了。现在我们开水就可以很好的流下去了。由于现在天气比较冷，而且每天需要清洗不同的物品，使用太频繁，洗碗池的下水道被堵了是在所难免的。只要平时我们洗碗后及时清洁，不要把残羹剩饭倒进去，下水道就不会那么容易堵塞了。那如果不小心下水道还是发生堵塞了，就用以上的方法，不用请师傅，一样的能将下水道疏通哦。您学会了吗？如果您觉得有用，别忘了转发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您的分享呢，可以帮助到更多有需求的人哦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。每天呢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瑶瑶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